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乌来泡温泉。来之前在做攻略的时候，发现网上居然有人说这里丑得像是贫民窟。他们说这个地方景观杂乱，风格也很废墟风。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地方是否真如网友说的这么不堪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眼前这座就是网络上争议很大的揽胜大桥。大家对它的评价非常两极，有人觉得它遮住了后面的风景，因为它真的太大了。但其实这座桥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旧桥在台风的时候，常常会被暴涨的溪水淹没，才决定拆掉旧桥，盖上这一座新的桥。桥的造型来自原住民的编织意象，量体做得这么大，感觉还蛮稳固的，而且很有安全感。对于当地人来说，安全感就是改建最重要的用意了。岸边的房子景观看起来确实有比较老旧一点，但毕竟这是老街，看起来老旧也还蛮正常的。而且看得出来，其实也还是有做一些设计规划。像是堤防上有原住民的图腾装饰，比起很多年前已经好很多了。印象中混乱的管线已经看不到了。这个桥的两边还有透明玻璃做的天空步道，可以看到下面的溪水，但是因为这个玻璃已经没有很透明了，所以也没有很刺激的感觉。那现在我们就上去搭台车吧。前往台车的沿途也还有一些摊位，这摊甚至还有卖一些洋娃娃。会在这里卖玩具，应该是很多带小孩出游的亲子客群吧。真的是蛮多人的，网上说要排队40分钟以上，像是在排迪士尼乐园游乐设施一样。其实也是可以不用搭台车，一路就可以走上山，但走上去的话要1.7公里，所以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是会宁愿在这里等40分钟吧。全票是50，优待票是30。旁边这里还有自动售票机，不过现场买票的人挺少，应该是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在网上就先买好了。印象中小时候都是爸妈带小孩来搭台车的亲子游，现在排队却听到很多韩国人在讲韩语，也有不少东南亚来的游客，反倒是没听到讲英文和日语的。感觉排队的人群里面，台湾人应该只有4到5成吧。台车的数量感觉蛮少的，每个班次也只有3个车厢，每个车厢大概也只能坐4个大人，所以希望可以有更多班次吧。我们搭到山上的瀑布站了，现在是中午12点半。这个站也有人在排队，应该是早上来的人已经要下山了。那我们就直接先上去云仙乐园，回程再去看瀑布好了。
这里看到酋长文化村的牌子，但好像都没有开。要走很长的阶梯，也没有人走这个方向。这边看起来荒废的有点恐怖，地上长满了青苔，墙面都斑驳了，连门都没有，看起来应该是倒闭很久都没有营业了。这里也大门深锁，不过至少还有玻璃门。连游客中心的招牌都已经生锈了，应该是没有开了。游客中心对面还有一个纳鲁湾温泉度假饭店，所有的阳台都已经长草。我们走近一点去看一下，里面的广告牌写的是乌来2018旅游境，是2018年就倒闭了吗？所有的家具都还在，是打算再回来开业吗？刚刚网上查了一下，原来是2015年经历了2次台风，乌来这个地方发生了很严重的土石流，当时饭店大门土石堆积高达1公尺，后来这里被政府列入环境敏感区，不再核发新的扩建或改建许可了，后续营业到2021年为止。前面就是搭缆车的地方了。现在云仙乐园已经是旺旺集团在经营，缆车上有一个很大的旺仔卡通图案，很童趣的感觉。主要客群应该也和台车一样是亲子客群吧。缆车的票价有分周间和周末，周间是250，周末是300。我们是在网上买的票，一张295。原来还有优待票和爱心票。在路口旁边还有缆车的介绍，看起来也是蛮专业的。这里还有介绍，原来这个缆车已经到了第6代，第6代还比第5代载客量小一点。缆车站这里还有个观景台，有许多人都坐在这里休息。远眺可以看到整个乌来小镇、缆胜大桥、老街都看得到。还有这个没有使用的老旧缆线设备，也有连接到山脚下，可能是前几代旧缆车走的路线吧。但为什么淘汰了也不拆除呢？其实还蛮影响景观的，可能同样也是卡在环境敏感区法规的关系吧，所以无法动工拆除吗？这里只有一条继续往上的路线，往上看到有人划船的地方，要再往上走一点才会到。一路往上走，山谷中持续都还是有许多缆车的旧缆线设备。园区的门面栏杆生锈氧化，墙面斑驳，苔藓遍布，已经不能说是历史的痕迹了，而是有种大自然正在吞噬回来的感觉。我们继续往上走吧。接下来要一路走很多阶梯，有带小孩的这一段会蛮辛苦，是爬山的行程。这里还有个云仙宫，是个土地公，在1967年“乐园”开园的时候就有，是这个乐园的守护神。
乐园会取名叫云仙，是当时经营者希望营造一个带有中国神话色彩的仙境世外桃源，所以园区的很多建筑都是采用红色柱子、凉亭、回廊，这就是当年最顶级、最显贵的设计。这个湖中间的凉亭还有签筒，可以抽签。凉亭四周还有吊着竹片做解签诗，可以看看运势如何。眼前就是云仙大饭店了，是中式宫廷风格，目前是旺旺集团唯一有工会的地方。屋檐上也长满了藤蔓，还有杂草。门口的这对小狮子蛮迷你的。饭店前面还有泰雅原住民的雕像，印象中这里时不时还会有原住民舞蹈表演，但今天没有看到。这些白墙搭配上樱花，有点日本的感觉。还有一个很复古的投币求签机，我来试试看。会有贵人符，应该不算太差吧。这旁边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洗手台。整体来说，云仙乐园给人很幽静的氛围，确实是一个很有仙气的地方。目前主要的游乐设施就是这个划船了，很适合情侣、一家人、亲子来这边爬山、划船，享受大自然。这个牌子还有呈现2015年那时候台风来袭，溪水暴涨、土石流流过的惨况。和现在复原后的湖景对比，我们这就逛完了，现在就下山吧。如果只是站在游客的角度，会觉得这里蛮荒废的。这么美的风景，如果能够好好整理起来，一定能够变成很好的观光景点。但走在这里会慢慢明白，2015年的风灾其实已经告诉我们，乌来这片好山好水承受不起更多的开发。当这里被划进环境敏感区，开发停了，人慢慢退场，大自然重新接手，正试着把这片地方带回它原本的样子。有些人只看到废墟，觉得这里又旧又丑。但对当地人来说，能够平安地撑过每一次台风，也许才是最重要的事吧。回到瀑布站这里，有一条原住民风格的商店街，人潮还蛮多的，但也不是每间店铺都有开。对面就是云仙瀑布了。刚刚缆车就是从这个瀑布上面进去，而云仙乐园就是这个瀑布的上游。这间酋长咖啡生意蛮好的，一直都有人进去消费。这个墙上涂鸦的也很有特色，每个鼻子都画得弯弯的。顶楼还有晾衣服，应该是1楼做生意，楼上住人吧。我们决定就吃这间好了，泰雅的厨房。有人排队，但不是太多，等一下应该就可以了。门口的烤猪肉让人很有食欲，那我们就点3地烤肉、乌来猪葱和香菇竹筒饭。如果有点这里的竹筒饭，还可以参与
竹筒饭敲敲乐，应该就是指可以自己把竹筒敲开的意思吧。竹筒饭吃起来蛮 Q 的，连着竹筒的内壁皮都可以一起吃，里面还有香菇和花生的一些配料。老板还有免费招待一盘小鱼干、豆干小菜，我看是每桌都有。猪葱和蛋一起炒，很下饭，但也不会太咸，很好吃的一道菜。而这道必点的烤猪肉，切片和洋葱一起炒过，几乎都是皮汁。很 Q 弹，有一点辣，配上洋葱一起嚼，很好吃，很推荐大家如果有来乌来，可以来吃这间。填饱肚子了，本来要赶来搭回程的台车，但居然有这么多人在排队，我们决定还是用走的好了，反正也是下山1.7公里，就当作是饭后散步也不错。也是有许多人下午4点多了还搭台车上来。小朋友搭台车真的很开心，看来也是有不少人跟我们一样用走的下山。沿途的栏杆柱虽然都长满了青苔，但还是看得出来有用原住民的人物的插画做浮雕装饰。我们下到乌来温泉一条街了，这条街两边几乎都是经营温泉旅馆的，有单纯汤屋，也有客房，不过每间都客满了，而且可能是因为这边土地比较小的关系，所以这些旅馆都没有提供大众池。最后我们问到这间阿汤哥的景观汤屋，只要再等15分钟就可以泡汤了，而且这间还蛮便宜的，只要200块，那就这间好了。泡汤出来了，乌来的温泉是碳酸氢钠泉，完全没有味道，很舒服。虽然汤屋偏小，感觉有点局促，但水量还蛮大的，很快就可以蓄满水，而且该有的都有，连乳液都有提供，推荐给1个人来泡汤，2个人的话也还算可以。今天这样一路走下来，会觉得乌来真的很美，有瀑布，有湖，有温泉。只是在这些风景之间，那些被留下来的废墟建筑，也诉说着这片土地或许已承担不起人们更多的期待和愿望。网上甚至还有人把乌来和日本的温泉景点做比较，觉得台湾不如日本。日本的温泉老街整齐干净，整体景观的一致性也很高，但我想，那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还不太了解乌来正在改变，不是变得更商业，而是变得更自然，也更接近它原本的样子。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，台湾的文化本来就比日本更多元，在乌来同时可以看到原住民文化、中华文化，还有日治时代的痕迹。而且今天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，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韩国人？我想对于韩国人来说，乌来正是他们所喜欢的台湾感性最浓、最极致的地方了吧。谢谢你的观看，若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。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。